你平常是否有养花、种菜的习惯？根据2022年7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，饲养花卉可促进心理健康，降低压力、焦虑和抑郁状况，即便过去从未接触园艺者，只要尝试体验也有效。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也表示，在参与研究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许多新的经验和热情，并表示会继续从事园艺活动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你知道养花的好处都有哪些吗？除了净化空气、美化环境，还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健康收获。下面将向大家介绍种植花卉的5大益处，带您重新认识绿色植物的魅力。1. 养花锻炼身体。现在不管是上到60-70岁的老年人，还是20-30岁的年轻人，都非常喜欢养花。养花不光能够带给我们心情上的愉悦，而且还能帮助我们锻炼身体。养花可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，浇水、施肥、晒太阳。家里的花要是养多了，不管哪一项都是非常累人的。浇水的时候要防止浇到叶心里，不然容易烂叶子。这时候就要求我们浇水之后还得检查一遍，叶心处有水的话，还得提前将水珠都给吸出来。施肥就更不用说了，有的得需要松土，一上午下来，汗珠子都冒出来了，才基本上能将这些工作给做好。要是赶上高温的天气，咱们就将花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防止灼伤叶子。这一来二去的，不就顺便锻炼了身体吗？2. 养花净化空气。通过光合作用，花草能够吸收废气，释放出氧气，像绿萝、吊兰这样的绿叶植物还能够有效地吸收室内的甲醛等有害气体，提高室内空气质量。有些花卉植物具备吸附空气中灰尘的能力，从而净化空气，比如蕨类植物就可以吸附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，降低我们呼吸道疾病的风险。像是咱们经常养的一些茉莉花、百合、米兰等，它们释放出的芳香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细菌的生长，提升居住环境的卫生水平。有的清香花卉养在卧室里面还能够助睡眠，比如夜来香、薄荷等。还有一些花卉植物具备调节空气湿度的特性，使得环境更加湿润。像大叶片的热带植物，比如凤梨、龟背竹这样的植物，通过蒸腾作用可以增加室内空气的湿度，尤其在冬季能够有效地防止皮肤过于干燥，减轻咽喉不适。3. 养花能修身养性。很多花友在养花的时候都会特别注重修身养性这一块。有些花天生也能够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，像是文竹、盆景、荷花等，天生自带一种修身养性的气质。还比如岁寒三友，松、竹、梅这3种植物，它们因在寒冬时节仍能保持生命力而得名，象征着高尚的人格和坚贞的友谊。还有梅兰竹菊，被称为花中4君子，也被认为是高雅的象征。中国古代有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的说法，竹子象征气节，因此君子会在家中栽种竹子，用竹子的气节勉励自己。有的花友还非常喜欢在家里养兰花，因为兰花本身气质高雅，日日夜夜与兰花居住在一起，自然能生出娴静舒雅的气质。4. 养花能结交朋友。很多人是把养花当成一种终身的爱好，既然当成了爱好，就能结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平时养花遇到不会的问题时，会浏览一些论坛或者文章，通过互相交流养花心得来结交不少朋友。通过自己喜欢的事情结交的朋友，大家在一起会有聊不完的话题，而且也会有很多心得体会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大家通过养花就能结交很多朋友。而且有时候在养花过程中，一些别人无法理解的点，如果说给花友听的话，花友就会非常轻松地明白你的点在哪里。而且有的花友之间还会互赠花卉，大家都是因为同一个爱好才聚到一起，就是养花。和志同道合的人打交道，不仅能切磋技艺共同进步，也能让身心得到很好的放松。5. 养花能驱赶蚊虫，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。一些花卉植物散发的香气和挥发物具有驱赶蚊虫的作用，比如天竺葵、薰衣草等花朵，它们不仅提供了美丽的风景，还能有效地驱赶蚊虫，为我们创造一个宁静无虫的居住环境。说了这么多，世上的植物千千万，哪些更适合养在家里呢？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8种最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花卉，又好养又漂亮，
还能旺宅力健康。一、君子兰。君子兰有富贵花的称号，也是被人人肯定的健康花。君子兰的叶片上可以分泌粘液，能把灰尘烟尘吸附起来，从而起到净化空气的效果。另外，君子兰还可以净化空气，吸附空气中的有毒物质，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君子兰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，养护需要避免积水和阳光直射，我们可以把它摆放在明亮、散光且通风良好的区域。每年进入10月份，要注意追肥，这样君子兰才能顺利开花。二、鸭掌木。鸭掌木是室内非常流行的绿植盆景，可以摆放在家里的一角，比如客厅、阳台或书房。它的生命力旺盛，简单养护就能长得健康旺盛，是非常新手友好的植物。另外，鸭掌木在吸收甲醛和尼古丁方面是功不可没的，家里养一盆，称得上是一种能让全家人延年益寿的健康树。鸭掌木的寓意也颇为美好，每片叶子都分为8瓣，象征8方来财，可以点缀在书桌上、办公桌上，也成为了今年办公室里最流行的小盆景。大家可以配合一些挂件点缀在枝条上，显得整盆花卉更有立体感，充满艺术性。鸭角木喜湿润、阴凉的环境，对光照需求不高，适合散射光的环境。春秋季节可每隔2到3天浇水一次，夏季水分蒸发快，需每天浇水。冬季水分需求量减少，可每周浇水一次。三、绿萝。绿萝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是最简单的一种观赏花，叶片边薄，颜色多为绿色，也有黄绿相间的品种。藤蔓可以越长越长，能制作成一个背景墙，比如放在电视旁，把藤蔓固定于墙面上，便会顺势攀爬，形成一片翠绿盎然的小景观。绿萝是净化空气的高手，尤其是在抵抗甲醛方面堪称专家。家里卧室、客厅、书房都要摆放2盆，全家安康不得病。绿萝非常耐阴，而且生命力旺盛，即使不怎么打理也能长得非常旺盛，很适合新手种植。四、波司顿蕨。作为蕨类植物中最简单一种绿植，波司顿蕨一直都是养花人的心头爱。它的叶片非常蓬松，叶片深浅不一，多为绿色，生命力旺盛，可以摆放在客厅和阳台，或者悬挂于空中，为环境增添一抹生气，也能凸显出一种热带氛围。波司顿蕨是吸收甲醛的高手，如果是从事涂料的工作者，也可以在周围摆放1盆，可以减少毒气对身体的侵害。波司顿蕨偏好高温、高湿、阴凉的环境，不耐干燥，要避免阳光直射，保持土壤湿润，并经常向叶片和周围环境喷水，以保持空气湿度。冬季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要做好保温措施，低于5摄氏度时容易产生冻害。五、蟹爪兰。蟹爪兰也叫蟹爪莲，是仙人掌科附生植物。这款花卉是极富有童趣的花，可以放在儿童房，也可以点缀在客厅、书房，能为环境增光添彩，并且寓意锦上添花，好运常在。蟹爪兰在夜晚可以打开气孔，释放氧气，吸收废气，有助于睡眠健康。家里也很适合养1盆，不仅寓意吉祥，好处也是实实在在的。六、长寿花。长寿花是景天科多肉植物，最典型的特点是叶片肥厚，花朵又小巧精致，多姿多彩，开花时间长达数月，从现在开始可以持续到明年春天。它所代表的是健康长寿，长长久久。在夜晚和其他植物不同的是，会打开气孔，吸收废气，释放氧气，这无疑对健康是有帮助的，可以促进睡眠。因此，不论是从欣赏价值还是实用价值，都可以值得放在室内养1盆。长寿花喜光，每天都需要6到8小时的光照，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5到25摄氏度。夏季高温时应避免阳光直射，冬季低温时需要保持室温在10摄氏度以上，防止冻伤。作为自身可以储存水分的多肉植物，长寿花对水的需求量不大，浇水时应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，即土壤表面干了再适量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但不积水。七、龟背玉。龟背玉最为典型的特点是叶片表面光滑，有裂缝，形似龟甲，寓意健康长寿，可以赠送给长辈和亲人，代表美好的祝福。家里的客厅和方书房也可以放1盆，能让空气变得更加湿润，使得呼吸系统更加健康，使人身体和精神都无比愉悦。
而且它能令周围的环境变得优美。8. 平安树。平安树原产于台湾南部，叶片细长，颜色深绿，表面有光泽，纹路清晰，高大挺拔，可以散发出桂皮油的香味，能赶走异味和臭味，使空气清新好闻，还可以杀灭病菌，是真真正正健康花，也代表富贵平安和吉祥。总而言之，特别适合养在家里，给人一种满满的安全感。平安树是台湾原生的树种，因此喜欢类似台湾南部的湿润温暖环境。在春秋两季，需要保持盆土湿润，可以经常向叶面喷水，保证空气湿度。平安树需要充足的光照，但也要避免暴晒。在夏季，需要给平安树遮阴，或放在散射光的位置。平安树喜欢肥料，生长季节每月施一次复合肥。秋季天气转凉后，追施磷钾肥，增加平安树的抗寒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想分享的养花知识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